要请到是非常年轻的这个李时庸啊，那他是这个7年级的写作者啊，那他目前在这个台大的台文所博士班念书，那同时他也担任一个很有意义而且很辛苦的工作，就是他目前也是《人间福报》的副刊的编辑啊。那可能有些人有在读《人间福报》的副刊，我觉得水准是相当的高啊，而且因为这个编辑很年轻的关系哦，他让这个副刊是充满了非常清新而且是活泼的气息这样。那虽然他这个年纪并不非常的大，但是他的作品已经入选了这个好几个不同的选集啊。那他跟他的父亲就是这个李瑞腾教授有一起合著过一本书，叫做《你逐渐向我靠近》啊，就是他们父子的对谈这样子哦。那我觉得这个书很有趣，我记得我小时候写作的时候，我并不想要父母向我靠近啊。那但是这个因为父母向我靠近，他发现你还在写，然后就叫你去念书哦。那但是我想说，这个时庸的父亲是完全不一样，恐怕会鼓励他应该要好好写作。那时庸他以前在这个文章里面他就讲过说，他说由于写作的关系，你必须要去面对生活，因为写作是一种深层的对生活的反刍啊。那反过来，你也因为生活，你会得到更多的想法和题材，而那些光影气味在自己的感官或意识当中会渐次呈现。而这个东西我们在他的写作当中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时庸。谢谢嘉欣的介绍啊，大家好。我看原来我安排的场次就是你看就原来上周的那个场次，它是看我觉得好像比较安心一点，是因为它是一个媒体的，看起来好像邀请的参与者都是媒体的那个工作者，包括编辑或者是杂志啊，或者是书籍这样。那是突然一个变化，那就跑到今天来了。那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我的学长姐或者是老师，这样，那就觉得有一点点心不安的这样。那不过还是必须要去谈谈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文学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在一个那么短的时间内来谈，其实是非常复杂，而且它是一个必须透过一个比较看的方式去想和去体会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那如何去在一个那么短的时间内去谈，尤其是在当这次主办的文讯它的30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或特殊的时间点上来谈这个问题。那当初我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就在家里，我就跟我妈讲说，文讯邀请我参加30周年的那个活动，然后要谈文学的是什么，或文学的意义，或我为什么写作这样一个讲题。然后他给我的回应很有趣，他第一个就说太好了。那为什么太好？他说因为你跟文讯是同一年生的。那文讯是在1983年7月的时候出第一期，那我是在9月出生的，然后所以他一直觉得我跟文讯其实是一样大，我们都是1983年次的，都是7年级生。然后再来就是后来我不再会去翻，就是我爸爸到底什么时候进到文讯工作？然后他是在原来他是在第15期，就是隔一年84年的时候进来，那时候我1岁这样。那所以我就想起了一些小时候的印象。那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是文讯还不在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不是说就是还不在那个圆环那边的时候，他原来是在那个搜狗那边，就是在复兴站的那个马路旁边的一个很大的建筑里面。然后我今天问一下我妈，她说是在3楼这样。我忘记他在几楼了，可是我记得那个电梯上来之后，好像是左手边走到最里头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然后那个空间暗暗的，像大家可能在那个记忆中那种很暗的一个大的办公间这样，然后里面仿佛我记得的仿佛它隔了2间，里面1间，外面1大间这样，然后有大大的桌子，有大大的书柜这样。那我小时候很常在那边玩。然后可能我爸在上班，或者是我妈在，是我要去接我妈之类的。反正我有一些印象是我在那边玩。然后后来就是每次遇到那个冯老师，我就叫她冯阿姨，就是每次我遇到冯阿姨在不同的场合，她都会说那
时候我跟他的女儿就是冯子纯，常常一起在文讯旧的大楼的那个很大的办公间里面玩。那到底那时候我们都怎么度过那些时光，我其实并不是很记得，但是我记得那个空间的样子，在那个走道的里头，然后很安静的样子，这样。这是我对文讯或者对于一个文学的空间，或者说在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文学以前的很小的时候的一个很深刻的记忆，就是我常常在那个地方度过很长的一个，也许是下午，也许是晚上，然后到了天暗的时候，就在那个东区后面的巷子里面吃饭这样。那另外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就是当我父亲到文讯工作之后，其实我们也并不是那么常的到杂志社去玩，可是很长，就是每隔1个月、2个月的时候，就是固定的一个时间，就是某一个晚上就会有人按我们家的电铃，然后就是在不同的时期就可能有不同的那时候在文讯服务的那时候对我来讲就是一些姐姐啊，或者是也许是那边的同事、研究生。等等会送稿子过来我们家里，这样就是一叠一叠的文讯的，就用 A4 印出来的，用一个也许用一个牛皮纸袋包着这样，然后就一大捆这样拿到我们家，然后按电要让我爸看过这样。那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个工作叫做什么，我不知道编辑是什么，我不知道他在那个板上用红色的笔、用蓝色的笔在上面批画，或者说调整那个图片是什么。可是我记得我每次听到这个电铃声，也许是我下去帮忙拿那一整叠的刊物，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这个刊物是什么，或者说那个帮忙送的学生或者是同仁就拿了一个厚厚的一个牛皮纸袋一个包裹上来，这样我记得常常会有这样的情景在一个例行性的事件当中发生这样。那我看着我爸爸就是可能每个月都有固定的一些晚上必须坐在那个我们家的饭桌，然后开着那个饭桌上面黄黄的光，然后他坐在那边看那个版面上面的文字这样。那等到我真的自己也当了编辑，然后进到报社工作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个做校正的工作，或者说做点出小题或者调整图片、调整版面的种种的，在媒体的工作现场必须做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在更早前，文讯杂志或者说媒体或者说文学刊物，对我来讲好像就只是一个很大的游乐的空间，或者说它是一个很例行性出现在我生活经验里面的某一个部分而已，它不是我的很小就认识的东西，甚至我到大学到研究所，我可能才开始知道说文学是什么。我记得我第一个想做的事情是当魔术师，那第二个好像是开飞机。那等到我上学校之后，陆续有过的希望做的事有包括物理学家，然后想当数学家，想当科学家，这样从来没有一项是文学这样。可是我记得这些画面，然后记得那个场景里面遇到的人或遇到的事，以及那个刊物那些物件在记忆里面的那种质地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更后来的回忆，就是到了我进大学之后，我大学在嘉义读书的。那到嘉义读书之后，我记得我可能是在第1天或第2天就认识那个国伟。那时候他也在那个嘉义的中正大学读书，所以我第一个到嘉义认识的就是他，然后也是在跟他常常相处和往来互动的过程当中，包括在他的通识课上面写了自己第1篇的文学评论这样子。那在整个大学的阶段当中，其实我开始因为必须和自己相处，那在那个比较离开了家里的，那离开了既有的人际的关系或者原来的朋友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下面，我被也许是一种空间的强迫，或者说一种自己的成长所必须面对到的处理自我内心的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开始有了一种想要去说的，或者说我在更后来我也许会
比较理解的，那也许像柯老师讲的，就是一种想要写诗、想要抒情、想要说话、想要对某一个对象讲话，有一种像是写情书给某一个你理想中的对象的那样的一个过程，慢慢去培养出来。那是我认为，自己在体会或感受文学的最初的那种经验，一直到后来，一直到现在，我去重新的去思考说，到底文学对我来讲是什么意义的时候，我觉得它好像就是回到很单纯的，就是一个抒情的欲望这样。你想讲一些事，那为什么要抒情，或为什么想讲这些事？那其实很简单，就是有某一种状态，或有某一种人，或某一种事物，让自己感动、心动，或者是去震荡到内心的某一块这样。那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开始去接触文学，开始看电影，开始接触不同的表演艺术不同领域的类似音乐这样。那我读的是社会科学，所以其实我是在社会科学院里面就是念书，可是我常常跑到文学院去，去听文学院老师的课这样。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也负责帮系上就是编了2年的系刊，那好像是大2、大3或者是大1、大2的时候。那编系刊的时候，我记得我用那个电脑的软体编完之后，印象很深刻的是，就是我是拿到后来搬到那个圆环旁边的文讯的楼上去给，我忘记我拿给谁了，就是那时候那个老师就说你可以交给谁，然后他会帮你送到出版社，送到那个印刷厂，然后到时候会，因为我们一个系所需要大量印刷，所以我的稿件就全部都拿到文讯去，然后第一次踏进去看到那个新的文讯在里面的样子，原来是长这个样子，它的藏书从原来那个放在旧的暗暗的房间里面的那个橱柜上面，变成有一个很漂亮的架子，然后整理得非常好的一个状态。那我第一次踏进那个空间，是因为我开始要帮系上编系刊这样。那连续2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跑到了新的那个地方，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文学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的很大一个部分，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可是在那个必须去慢慢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慢慢去感受到什么或感动到什么的状态的过程当中，这件事情好像渐渐进到我的生命当中，以至于到后来研究所的时候，我真的去读了文学，那也包括像后来毕业之后到了媒体，到了报社，开始重新回过头去理解说，当时到底爸爸或者爸爸妈妈他们在从事的文学工作到底是什么？我渐渐透过这样的回想，或者说渐渐透过这样的回顾，或自己进到那样的一个工作的状态当中，或者读书的状态、思考的状态当中，好像才慢慢去体会和去理解那样的一个传递的那样的一个过程。那所以我另外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其实是我参与文讯的活动，其实并不是很多，也许这个是那么正式的第一次要在文讯办的一个活动中说话。那可是我每一次到文讯的那个场合当中，只要有人看到我，就是我在文讯活动的这么多年，就是跟他一样大的30年来，就是被里面的很多人认识。可是其实我并不一定每一个都认识这样，可是只要我到活动的场合，都会有人叫我的小名，叫我庸庸这样。所以我只要走到一个文学活动的现场，只要有人看到我，然后叫我庸庸，那我就会知道那是在文讯认识我的人。那后来认识我的人就不会这样叫我，可是只要是这样叫我的老师，或者说那时候认识的人，都会这样叫我。所以今天在这边就是谈谈文学到底对我来讲那个意义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它是一个你必须要去抒情的开始，那样一个最纯粹的想要说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它其实是一个会考验到我们自己如何去回想或回忆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它好像是那个小名，它好像是那样一个那么单纯的2个字，在
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当有人用这两个字叫你，用这两个字叫你，用某一个诗句，用某一篇文章，在你的面前对你朗读，或者说和你相处、和你沟通的时候，那时候你会想到一些事情，那些事情我想就是认识。谢谢。我觉得那个使用讲得非常好，因为他讲到那个文学的追忆跟召唤的这个性质，我觉得以后看他还要叫他悠悠之类的这样子。